Jessica， 我记得跟你之前聊过，也是有听过有人在讲就是你有认识的人也在讲灵语。对啊，可是你看他们在讲的时候，会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会讲，然后我也跟你一样，我找了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找了好几个人去翻译我的灵语，每个人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对。然后有趣的是，我跟我弟弟还会在家里对话灵语，叽里咕噜的那边讲，然后讲完有一种舒畅感。但是。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灵魂事务所 Larry Jessica。我觉得我们现在有那个摄影机，我们动作要快。Hello， 大家好，我是飞仙。Hello， 大家好，我们重来一次好不好？好，来。Hello， 大家好，我是灵魂事务所的 Larry。嗨 ，Larry， 你好。Jessica， 你好吗？我觉得我们家幼台一样，有没有？Jessica 老师，你好吗？最近过得好吗？大家好，我是灵魂事务所的 Jessica。我感觉其他也很开心。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飞仙。飞仙你好吗？最近我超好的。你最近飞去哪里了呢？就大家本来想说这个主持人踢笑了。对，我想说节目那么久，我们大家就冷冷说大家好，我是什么？那不如有点动作，这样才有摄影机的效果。对。我们今天我想问个问题是，你们有去过庙里面看到别人在拜拜的时候会有一些跳舞动作啦，或者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吗？有啊。你那时候看到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刚开始确实就觉得蛮奇怪，但是对于那种庙的话，都会有憧憬感或者是恐惧感，所以我只心里面闷闷说，那到底是什么啊？这样他听得懂吗？可是一群人呢？一群人说天语是这个意思吗？没有，一群人跳舞，没有说到天语。哦，一群人跳舞啊。说实在，我觉得跳得蛮好看的。对啊，对吗？蛮优雅。而且他们有的人唱歌还会唱我听不懂的，就是应该是说我听得懂，他差不多就唱5言绝句或者是7言绝句，然后有点像在禀告，就是当地的那个神说他最近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身体会不由自主的跳舞或舞动的这种，你有在现场看过吗？有，小时候因为我阿嬷常常带我去宫庙里面拜拜。对。所以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去接触到这些，我所以接触是我从小就看了，包括念的经文之类，因为那时候道教比较多嘛，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那种感觉，觉得会有敬畏感在，然后说不上什么恐惧跟害怕，我有一种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觉得他那个手舞足蹈，主导，你有没有秋底下当都丢了啦，卡马底下跳步都丢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我去比较全，我觉得是好看的，对，而且他们武将不是会八家将那个吗？对，也很漂亮，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看，对啊。但因为我常听到他们是去庙里面不由自主就这样灵动了起来，或者是说灵语，就是他们会叽里呱啦讲一些灵语，在跟上面禀报，然后有的人去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会哭，他就一到那个庙里面眼泪就掉不停。你有过这个经验吗？有。那你在哭的时候，你内在有什么样的情绪翻滚上来吗？说真的，我内心里面我会觉得舒畅感，但是我一直掉眼泪，应该是难过。我觉得应该是难过，反而心里面是一种舒畅感，感觉是被了解、被理解、被拥抱的感觉，被照顾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那个感觉，但是我是一直掉眼泪，而且是停不下来，一直停不下来。我也觉得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想问一下。问我，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你有吗？你有吗？我是在花莲王母娘娘庙，你是在哪？我在那个西门町那个天后宫。天后宫，那应该是天后宫吧，小小的一间，对，历史悠久的一个天后宫。我那时候也是去王母娘娘庙里面，然后一进去就开始哭到我好像就是啜泣到我已经不太能呼吸，那种的那种传法停不下来，一直哭。那时候你也会有一种，那你自己的感觉呢？我当时有问旁边的人说我在哭什么，因为有一些师兄师姐他们会跟我说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说就是我的灵，他讲不是我这个人哦，是这个灵，他在跟上面哭诉说他好委屈、好辛苦、好可怜。然后的确我那时候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委屈，然后终于有个人可以秀秀我的那种感觉，一直在哭泣的那种感觉。Jessica 有这样的感觉过吗？有，我也是在花莲王母娘娘庙。然后你也是一直掉眼泪这样？我是哭的蛮，就是好像遇到什么很悲伤的事情，一直哭啊。可是我内在没有难过的感觉，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你那时候已经可以没有，还没有到非常，就是那是在发生就是闪光事件之前发生的事情。对，然后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然后我没有感觉到情绪，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而且一边哭还一边问旁边的，就是那个师兄还跟我说怎么样，你哭好了吗？
然后我就这样又继续哭。他说还没好啊，那你继续。就是他等到我真的哭完的时候，其实已经虚了半就是虚脱，所以我没有像赖瑞说好像被理解被感觉，我只觉得就是我在哭，但我一头的莫名其妙这样子。可能我觉得平常没有在哭吧，憋太久了，这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或许吧。对，就是搞不清楚。那像 Jessica 现在有去庙里面有遇过，就当你开演过后，你去庙里面有看到人就是一样的，像我讲唱歌啦，或是跳舞的那个方式，你有看到他们能量顺着那个能量流在舞动，就是比如说他的手这样举起来，其实下面有东西，有能量在拖他，有拖着，包括他跳舞什么的，他是很轻盈的拖着他，所以我相信这个人跳起来，他应该觉得很松，就是拖着他，就很像。我们空气里没有水，对不对？对。可是你可以想象，它就很像在水里跳舞的感觉，就很没有重力，对，没有很美。然后武将就是刚刚赖瑞说的那种，就是你会感觉到他很有力，他很有力量。有些女性也是武将，她的样子也不一样。我记得你讲过你弟弟，对我弟弟也会，对，对他就是武将，他就是那个样子不一样。但他其实一阵一阵的，有一阵子他就很软。就很像女人这样子，他就是一阵一阵的。我是有看过我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就是反正有人告诉他说他是9天玄女那一派的，他当时真的就是静坐到后来，他可以起来，有点像在舞剑。我看他就是跳舞的感觉，就是那种女生里面，但是很有力量的舞，感觉像女侠那种感觉。然后我问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样？”他说他不知道，他就是身体放松跟着走，就可以。对，好，那我今天其实要绕回来讲另外一件事情是，很多年前我有认识一个人，然后当时他就说他要组织他的灵性团队，所以他就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整群好朋友都是下班的时候无所事，就跑去他那边混，所以他就把我们每个人都亏吹，所以我们开嘴，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讲灵语，然后但我们没有人听得懂自己在讲什么，但你知道，我们就会去找有人可以帮我们翻译灵语的，可是我发现翻译的出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内在有回应的。所以我至今不知道灵语在讲什么。对。那像 Jessica， 我记得跟你之前聊过，也是有听过有人在讲就是你有认识的人也在讲灵语。对啊。可是你看他们在讲的时候，会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我不知道，我不会去翻译他们的灵语。你也听不懂吗？还是没有收到那个讯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会讲，然后我也跟你一样，我找了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找了好几个人去翻译我的灵语，每个人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对。然后有趣的是，我跟我弟弟还会在家里对话灵语，叽里咕噜的那边讲，然后讲完有一种舒畅感。但是不知道压根都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鬼，而且还有表情你知道，其实像赖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会跟我觉得讲灵语的逻辑是一样，就是书写。他会书写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人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手放松就带着写出这些东西，那他不一定看得懂他在写什么。对，然后所以才会有什么豆桃，就是一个人一直写。像庙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拿着椅子在那边我来画相会，对。然后另外一个豆桃就说这朵写诺所以要干嘛的？这个就是我觉得需要那个翻译。可是我一直不能理解说，到底我们讲灵语，或是有的人称呼这个叫天语，我们连接的灵是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能够讲这些？我没有觉得那是连接的谁，我认为是自己讲的，自己讲出来的，自己的内在的那个我。那个我曾经也许在不同的，我们现在当然讲维度啦，但是就是在不同的一个状态里面的一个，对我来说，一个人在讲灵语，或者在讲天语，或者是大家有些人说那是什么语，可是他本身的那个。我比较喜欢看他们在讲天语或灵语的时候，那个震动状态，他的那个身上能量的状态有没有不一样？结果会不一样吗？会啊，会不一样，而且是从这边到这里，到我说的这里是到头顶上面那个灵魂。你说的那个灵魂住的那个地方，对，就是，但灵魂不会颜色不会改变，但它就是有一条新的，不是一条，就一块新的状态产生。但我先讲，我没有研究过，一直去讲这样状态，它这样状态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什么突变？我没有研究过。可是，的确在讲天语跟天语的一个状态之下，人的状态会不一样，那个身上的频率能量会不一样。那赖瑞在自由书写的时候也不一样，应该也不一样。你知道，像他是不会讲，但是他会写。那其实我可以跟他讲说，那我讲你写。来沟通，所以有可能变成，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叽里呱啦讲一讲，然后赖瑞就写字回答我之后，我的灵一定看完懂之后，他还会回他。就像Jessica讲的，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们有时候我自己在办公室，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试试看，我那段时间不能够控制，
就那时候就会，有时候就是讲正常话里面就会跑出灵语出来，然后那时候只要我朋友听到我有灵语，他就会回我灵语，之后我们两个再去聊我们的中文，所以就是互相穿插，对，就一开始没办法控制。我有个问题，我好奇，你说那个时候因为你们有一群人，然后被鬼追，所以你们就会讲了，对，是每个人都会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好，当时进去的每个人都会。那你刚刚又讲说，其实那是我们自己在讲的，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另外的灵在讲的，对不对？我好奇的是，会不会其实每个人都讲灵语？只是有没有经过那个仪轨仪式，然后我们有一个讲出来的机会，当讲出来的时候，或许就明白哦，原来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每个人都会讲的，有没有可能性？我觉得是灵语是一个天语是一个蛮特别的语言，其实它每个人讲都有每个人的音频跟状态。我先讲，那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不见得别人是这样认知或听众朋友，可是我有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频率振动状态。如果我们的嘴巴是唯一能够发音的方式，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发音的方式。但如果真的有人有体验过灵语，它其实不太好学，甚至它几乎没有固定的模式。的确，就像你讲，很有可能每个人都会讲。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讲的原因是我们的整群人都可以讲，就代表每个人都可以讲。而且他当时帮我们亏吹的方式也很简单，他没有什么仪式哦，他只教我们说你就放松，嘴巴放松，然后接着你就随便讲你想讲的，然后真的这就流口水了。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想说这怎么可能讲得出来，结果我看到我朋友一个个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起来之后，我想说我这么简单吧，突然就就开始讲起来，然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舌头的震动频率跟嘴巴咬牙的方式跟我平常不一样，然后速度又很快。对，其实就只是这样，有点像我整个抽离开我的嘴巴动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不讲天语，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因为没有意思有两个，第一个自己压根听不懂，第二个别人压根听不懂，那我们这样干嘛？但是他们会自己对话，你知道吗？对，我跟我弟也会这样对话，有时候自己对话。像有一次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来问我事情，然后我弟在旁边，他就是叽咕就讲一些天语，也跟我讲说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就是我有感觉，然后我就又回了他一句，然后后来我还是没有回答那个人答案的，然后我就我不理他，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跟大家讲说，假如你今天会讲天语，那其实你就可以翻译成中文啊，那又何必要讲天语呢？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听不懂的频率，比较不会受限于文字，因为我们的文字是非常非常局限的东西，文字唱歌都比文字好，如果哼歌没有文字，那都比文字好。对啊，那个能量会锁在哪里？我不知道赖瑞你自己觉得呢？我认同，对啊，其实有一些就是文字是脑袋创造出来，语言脑袋创造出来的。就是有很多的体验的状态是无法用我们现有的文字跟我们的知识跟我们脑袋里面去形容出来的。就我们不是书上在讲说我们开会的感觉啊，开会什么样子啊，那是语言文字无法形容出来，反而那个振动频率它能表达的更多。就是你刚讲音乐这一类的，或者是唱诵的那个语调。那有人把天语唱成歌，应该知道吧？你有看过很多 YouTube 上面的，飞仙有听过吗？就我说的五言绝句跟七言，而且他们最后会有点像歌仔戏的那个腔调，我比较常听到的是这种。可是你说的五言绝句是什么？他们就是会有5个字，然后4句。可是天语对，他们就是会有这种很神奇的，你们就是在押韵吗？对，在庙里面会听得到。好厉害哦！真的，我那时候听到是这样，然后就感觉是5个音节就对了，对，或是7个，但是都是我听到是绝句，就是像 Jessica 说的，我一直讲听不懂的没有用，所以他们突然间就会进化成就是这样，然后就听他莫名其妙就唱起歌来。那我想问，你说你会讲天语，那你会觉得你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过一阵可能一个阶段，你的天语的发音的方式不同，会这样吗？我是觉得都差不多，我觉得我讲天语的时候很像个性很急的小孩子。我没听过你讲过天语，赖瑞你有听过吗？没有，你要试试看吗？等一下，我要先讲别的。你要出柜吗？等一下，这不是出柜啦，我要先讲别的事情是，它是出口天语出柜。因为我以前很常看到有些人他们会讲天语或灵语之后就是装神弄鬼在吓人，然后或者是我们去问那些他们说他们会翻译的人，但他讲出来的话，我觉得他在骗人哦。对，他在利用我对于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恐惧，想要让我去花钱在奇怪的地方，或者是用这个来吓我。我在这个就是今天这一集我想表达的就是不要去相信那些，因为你的灵它的振动频率，即使你听不懂他讲什么，但对方翻出来的只要你觉得奇怪的，那就绝对不会是你的灵在跟你讲的事情。对，我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开始要讲了吗？等一下，我还要问别的，就是
有些人他们，那我讲你那边写字可以吗？我就讲我的，你回你的，你现在有办法吗？如果有要怎么印吗？你准备一下。但是我要问下一个题目是，帮人家开光，开天眼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吗？天眼本来就是开的，天眼本来就是开的。那我要怎么分辨这个人开天眼是真开还是假开？天眼本来就是开的。哦，等一下，我听懂了，你说的是形容词，已经是它本来就是开着的。你的第三眼本来就是打开的，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关起来过？每个人吗？因为你不会用到这一块啊。那我们平常所谓的开天眼是我可以看得到，应该这样讲，它本来就是开的。那为什么平常我感觉不到？那是因为我需要用我的人的脑袋去思考、评估跟判断。我们本身不会去相信那一块，因为认为就是我疯了，我乱想，很奇怪，那不是真的。所以你把它狗丢喇叭口塞上去啊，因为你生活里面没有旁边环境不支持你在做这件事，你要做别的事，所以不会支持你在这件事，所以就会有人在灵性圈里待久了，你会发现我突然也通灵了。对，为什么？因为你的环境圈你支持你，允许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你自己或感受这一切，然后你希望用感受这一切你去帮助人或做任何事情。对啊，就只是这样。所以当人家说我花了15万去开天眼，我会觉得但是还好吗？我就是想破除这个对这个迷信，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小孩开了天眼，所以我请了一个老师去把它关起来。我想说我说他现在关了吗？他应该关起来，我像他都没有看到什么了，因为他会选择看到那一切都是假的，我幻想的。那慢慢的你就不会去感受这些了。我的天眼，我们每个人的天眼在哪里？是在这吗？我帮你画一个可以啊。所以一般天眼是在心吗？还是在你的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在你这。对。但是一般人认为，因为大家都觉得眼睛长这，如果我们从小生下来眼睛就是长这，你就会觉得天眼在这。对，它其实它在你那个空间里，那个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字，意思也不对。那个空间里，神视，我们讲神视好了。神，天神的神视就是意识的视，神视里。对，所以它本来就是开的，从来都没关过。所以不在我身上，不是在我的器官附近，在我们的神视里。所以它是某个，所以没有什么在松果体那种说法，没有这种。那也就不会是什么空间，它不会在肉体里，不会在肉体里，对，它不会在肉身里，所以它没有，它就在神视里。那怎么形容啊？神视是什么？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我想一下，我没问的话，到时候群主会一直说飞仙没有问这个。它不是我们，我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本我，也不是我的自我，它都不是，它就在神视里。我只能用这个形容词，像没讲一样。我听得蛮清楚的。好，我先讲，我觉得我不要形容它是什么，我跟你说它不是什么，你可能比较清楚。它不是我们的评估、判断、想法，它不是我们的认为，它不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它也不是我认为的分析判断的方式，它也不是我听到别人所告诉我的，所以不会有人告诉你说你那个天语是讲什么，不会有人说正确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说，你就在你自己，你就存在啊，你就是存在，就这样子，那它就在存在里。所以那些都不是，别人告诉你那些通通都不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本然，可以这样讲。听懂吗？所以当你发现你开眼的时候，一定是那一切所有的逻辑跟脉络都不是你能理解的方式，但你就知道。然后你那个知道，甚至你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当有人解释说我要解释给你听那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打一个问号，我都不知道这怎么解释，这很难。你只能说什么不是，那其他剩下可能就是。这一集在礼拜5的晚上11点，大家先打坐完比较好睡。直接听就直接睡着了，一觉到天亮，很难啊，很难做梦。所以反正没关系，我问太多了，就是问太多 GPS 的问题。所以天眼你会看到很多幻象，你认为的开天眼会看到很多幻象，你会看到很多假的东西，它就是显化出来，因为它得穿过那些幻象之后，你得到的才是那个状态。但我想要的开天眼是，譬如像你一样可以看到时间线，看到能量，或是看到鬼神，那就是先停留在幻想里啊。这个也是跟
是我的方向是对的吗？就是我想要的这个看到的东西，其实也跟开天眼是有关，就是跟天眼是有关的。是的，没错啊，他会先就是先看到这个部分。所以魔法学院在教的就是怎么样让我分辨天眼怎么用吗？怎么样？不是怎么样知道我的眼睛到底是要向左看还是向右看？就是怎么样运用我的这个能力，这样子。但他就是本来就在。但不要急着一定要在上完课的时候我就马上知道我的眼睛往哪里看，我就看得到地气，我就看得到时间线，不要急在那个时候，但你只要知道怎么用，它会发生的，就这样子。 OK， 所以赖瑞已经自己一个人写了很久的东西了。没有，我发现我不能，我只要专心听你们听我就没办法写，因为我很放松的时候写，但我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我要专心听就断掉了。你知道你刚讲那个放松的感觉，你的手就会自然的写一堆东西出来，对不对？对啊，其实淋雨也是这样讲，你就放松，舌头就会直接过来一直讲，而且你的舌头要放得很松，对，然后它就带着，不然它的弹性不够。我为什么一放松嘴巴打开，眼睛下垂，然后小帮手笑太大声了，我两边的水边都有掉下去了，怎么回事？哎呦喂呀！我不是不想，我是没办法，我没那个天分。我们要试试看，所以跳舞也是要放松，就算舞剑也要放松。你不要看那个舞将，他们在舞动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内力的，他不是他跳完之后他不会觉得累，甚至不会觉得痛，就是要松。有要试试看吗？其实他放松的时候讲就是，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听到嘎比就嘎比就嘎比，你就知道我的淋巴在干嘛，我就听不懂他讲什么。而且我跟林荣君两个可以，还挺可爱的。我跟林荣君两个可以对话。我跟你讲，天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你知道吗？然后有的人讲的全程是哭腔啊，对对对，就很可怜的。我的天宇全程就是小孩子的声音。真的吗？对啊。我听他讲过，他有小孩的声音吗？对啊，你这样看。有没有过多给你们的声音？他后来我的什么信息？哪有小孩声音啊？小孩他妈吧？哪一小孩？你有听到小孩声音吗？对啊，可是小孩，可是我可以确定，就这种语言绝对不是自己胡乱能够讲得出来的。我相信，因为你的嘴巴要很松，而且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对啊，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真的不要再去相信那些一直在用天语在骗你的人了。真的没有，对我来说，用天语在唱歌，你还好吗？唱歌的状态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多人说哦，他频率比较好，其实我就觉得很像你去找一个九令的声音去唱天语，跟你去找那个你是我的眼那个人去唱天语，他的嗓音跟声音就特别的好，你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我就说，其实就是找一个有个性的声音去唱天语，你就觉得耳朵恋爱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手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来？没有，我刚才在震惊当中。而且其实我们灵是可以对话的。对啊。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一开始，我一开始还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连打个伸懒腰都而且我跟你讲哦，当对方讲天语的时候，会讲天语，你会忍不住去接腔。要 hold 着，其实要练一下。可是其实像小帮手在我们录之前也有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加进来。对，那个题目，小帮手刚刚是问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譬如是佛教，我用梵语去就是念佛经，是不是念佛经或拜拜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灵验，或者是比较他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对，道教的话是哪一个？闽南语。道教用闽南语的方式去做祈求祈福，或是禀报之类的，会比较灵验吗？对，小帮手问这个。应该是对那个人要讲闽南语比较方便吧？对，那个人是祭拜的人吗？就是去拜拜的人啊。但是神明其实并没有语言的限制，你就算跟他讲英文，他也听得懂啊。他听的是内在的那个状态，所以没有这个限制。完全没有。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可能之前老人家讲台语比较顺，他在讲台语的时候比较能够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他有办法说得出那个感受来。可以这样讲。所以对他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好。对，去拜拜的。所以我说，对拜拜人来说，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顺。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跟内在心境的表达方式，会对他来说比较顺。那像我念什么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吽巴咪咪咪吽之类的，它的原始的语言是梵文或者是什么的那种，会不会因为我的发音比较不准，之后造成那个能量上或音频上的差别啊？你要知道那个梵语在说的是什么就好了。跟你发音没有关系，还是意念。
对，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念，你念的是什么，这样子就好了。了解，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到这喽，再见，下次见喽。我们要欢乐一点，再见，然后各位朋友再见，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